因为这些卡通的素材都很久了，是5月的时候打的素材，构筑上很多东西都已经涂汰，所以这次呢就来简单讲讲构筑上的一些问题怎么改等等。大家只需要我打的素材是你现在看到的版本就可以了。这个分析最后的部分会给一个更新的版本，抄那个就行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只说一些不太常见的配置。首先第一个温顿战士，这个我是真的下着玩的，不用抄，单纯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能用的卡通怪，包括阴森女郎也测试了。先来说这张混沌战士，确实能给卡通多一点前置解墙效果，配合场地更是可以除外2张卡，但问题是不太好出场。目前来说最好的就是同时检索它跟青眼白龙，然后解放青眼白龙出场。有玩过的都知道，卡通的检索点虽然多，但没有太多余的检索点，所以这张就不好用了。至于阴森女郎，我解后场就是为了防场地被解，结果需要开场地才能解后场，那就本末倒置了，直接没带。不过多带2张卡通怪的好处在于，如果对面有血魔或者锐气效果的时候，传递是不能除外新卡的，那就可以直接用卡通怪出青眼究极龙去解血魔，但遇到的机会不高，我就给个参考。然后是青眼白龙，因为这张卡上手是飞剑了，基本上你只希望用漫画猫拉出来，所以有些人会把青眼白龙放下来提高后宫手牌质量。这个牌组没有青眼究极龙一样可以赢，单手的究极龙的回收打长喷就会比较困难。然后是鸟居水母鸡，由于环境变化，鸟居也很少人带了，可以改成幽鬼兔或者泡银等手坑 ，PSY 也是可选项。接下来是一些速攻魔法，这些也是根据环境变化，可换成手坑或者是竞技升官也行。时间黑魔术师是因为当时刚出才带的，坦白说我自己也没用明白正确的发动时机，不一定适合全部牌组，要带的话还是带一点其他本家卡比较好。这张卡好处在于架斗自己的卡，也可以用真红眼复活卡通怪开一次效果，但值不值得赌还得看你自己的打法。其他东西都需要根据环境再去改了，要是懒得改的话，可以抄现在画面的版本。新卡感觉比起本家对龙灰草的帮助比较大，2000攻防的卡通怪能用的很有限，在卡通本家发挥不出效果。最后评价这个牌组，这副牌组作为主流，强度没什么好说的，强的地方还是在于看手牌，再根据你的手牌去调整打法，还有怪兽能除外不好解。本身不吃鸟鸡真鸡，自带删除，非常稳定。至于怎样打卡通牌组，我想最近的比赛也给出了不少答案，主要还是针对场地、水母鸡、PSY、灰魅龙、妖鬼兔，这些都是好用的卡片。先攻方面，神之密告除外场地可以拿到大量的优势。后面的素材都是5月份的，很多打法都跟现在不同了，建议不要参考太多。那么就来看看实战。